各位好，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。今天的主题非常重要，也和很多新加坡家庭息息相关。新加坡的百万祖屋时代正式来临。2025年第二季度的数据显示，中央区、大巴窑以及女皇镇的4房式转售祖屋中位数价格全部突破了100万新元大关。不仅如此，当季度的415套100万祖屋成交也刷新了历史记录。从连续23个季度上涨的房价，到越来越紧张的市场供需压力，这些早已彻底改变了新加坡人传统的购房方式，尤其是对于计划结婚或新婚的情侣来说，这简直是一个世纪难题。选择 BTO 转售祖屋还是干脆租房，这些决策的背后又藏着多少细节与坑呢？今天这一期，我们将带你深度解析2025年全方位买房攻略，逐一拆解申请 BTO、买转售祖屋或是租房，确保你不会错过任何关键信息。第一章，新加坡情侣的4大买房路径。首先，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新婚情侣在新加坡买房普遍会选择的4大路径。其实，选项没有想象中那么单一，不仅有大家耳熟能详的政府建屋局推出的 BTO 祖屋，还有可以直接入手的转售祖屋，或者是更灵活的 HDB 直租祖屋，以及压力更大的公开市场租房。不用担心，我们会一一讲清楚它们的特点、优劣和关键细节。这4种方案就像一场游戏的4条不同路线。第一条是等得久但便宜的 BTO 路线，第二条是预算更高但即刻入手的转售祖屋路线，第3条是低门槛且过渡性的 HDB 直租选项，第4条则是耗费高但自由的公开租房模式。每个选择看起来都很吸引人，是不是？但如果不仔细衡量，很可能走入误区。接下来我们就从最受欢迎的 BTO 祖屋开始聊起。第二章， BTO 祖屋，等待与低成本的博弈。很多新加坡情侣会说，申请 BTO 就是他们进入幸福家庭的第一步。说到 BTO， 我们都知道它最大的优势就是价格便宜，对刚刚起步的新婚夫妻来说非常友好。2025年政府将推出约19600套 BTO 单位，更特别的是有3800个缩短等待时间的 SWT 户型，等待期仅3年，这在过去算是非常难得的机会了。然而，说到 BTO 低成本的背后，就是漫长的等待。对于一些急需婚房的家庭来说，是否能等这漫长的3到5年，仍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而且，若建设时间再因材料价格上涨或人力影响而延宕，你可能面临的是更长的不确定等待期。对于不能等的家庭，那接下来这个选项你一定要好好听。接下来，我们来聊聊转售祖屋。第3章，转售祖屋100万价格背后的挑战。转售祖屋其实是很多迫不及待希望尽快住进家的人的首选，主要是因为无需等待，又能选择那些更靠近成熟社区的房子，尤其是与父母住得近，还可以领取高达3万新元的迁居补贴，这对很多新加坡人来说真的很实用。然而，转售祖屋的挑战也非常现实。2025年，以女皇镇为例，4房式转售祖屋如今的平均价格约为102万新元，大巴窑则高达105万。虽然政府一直在提供补贴，比如首次购房者可获得高达12万新元的增强型补贴，但即便如此，对于年轻夫妻来说，这仍然可能需要消耗家庭储蓄，并承担每月庞大的贷款支出。而且，转售祖屋还涉及房龄、装修开支等问题，高昂的花费对刚起步的小家庭确实是一种压力。那么，不想买房却暂时需要住宅的家庭，可以考虑下一个选项，低成本但非常严格的 HDB 直租祖屋。第4章， HDB 直租，低成本的过渡选择。如果你觉得目前的买房选择暂时不适合自己，但你又急需一套过渡性的居住空间，其实可以考虑建屋局的公共租赁项目 PPHS。 这个选项是专为那些等待 BTO 竣工但需要临时住房的家庭设计的。根据建屋局数据，某些区域的租金可以低至每月26新元，最高也不过1500新元。对于月收入有限的夫妻来说，确实是一大福音。但正因如此， PPHS 的申请资格也非常严格，除了收入上限的限制，结婚状态和购房计划也会被审查。例如，只有那些已经申购政府推出的 BTO 项目但尚未竣工的夫妻才能参与申请，未婚者基本无资格。不过，尽管租金低廉， PPHS 依然是一个过渡性的解决方案。如果你的 BTO 等候时间较短，或者你的月收入偏高，无法满足资格要求，那么 PPHS 显然就不适用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你可能需要考虑更灵活但伴随更高成本的公开市场租房。我们接着往下，
看看到底什么人适合这种选择。第5章，公开市场租房，灵活但高成本。公开市场租房是所有选项中最灵活，同时也是最昂贵的一种选择。如果你不想申请 BTO， 不想承担转售祖屋昂贵的贷款费用，或者根本不符合 HDB 直租的资格，首先说灵活性，公开市场可以为你提供各种房型和地段的自由选择，不管是靠近市中心，还是远离喧嚣的郊区，或者你需要短租亦或长租，公开市场都能够按需满足。但代价是什么呢？就是高昂的租金。根据最新数据，公开市场的祖屋租金在2025年达到历史新高。根据2025年数据，中央区4房式单位月租高达4440新元，女皇镇4000新元，甚至大巴油也达到3600新元。如果你在短时间内需要住的靠近工作地点，或者需要一个临时解决方案，公开市场租房仍然是个不错的选择。但如果你计划长期居住，它的持续性成本可能远超你的预期。那么说了这么多，到底怎么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呢？第6章，新婚伴侣规划买房的3步法。最后，我们来教大家如何用3步法规划买房决策，避免被复杂信息搞晕头。第1步，核对补贴资格，以你们的收入水平来确认是否能够拿到高达12万新元的增强型补贴，以及是否能享受进居补贴等政策优惠。第2步，规划财务方案，确保房贷偿还额不超过你们月收入的30%，这样才能保证经济稳定。遵循 MSR 贷款还款与收入比例的规则。第3步，设定时间线，如果你们能耐心等3到5年， BTO 是省钱方案；如果需要立刻入住，转售祖屋是更实际的选择。若只需短期过渡，可考虑租房选项。无论你最终选择了哪一种方案，都要记住，房子只是家庭生活的起点。希望今天这一期内容能帮助你们更踏实的迈出买房的第一步。如果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一定帮我们点赞、订阅频道，并把这期视频分享给那些正在考虑买房的朋友。还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，你更倾向选哪种方案，是 BTO 转售祖屋还是租房。